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山姐。说到擦玻璃啊，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不少朋友不会擦玻璃，是越擦越脏。那么今天就分享大家如何擦玻璃是光亮如新，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天气啊，一天比一天暖和，我们经常会开窗通风，但是我们打开窗户的时候，可以看到上面会有大量的灰尘，用手擦一下，这个灰尘呀是非常厚。如果不清洁的话，这些灰尘就会吹进屋内。那么今天就分享大家如何清洁玻璃的小妙招，简单又实用哦。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容器，在容器中挤上洗洁精，之后我们再挤上柔顺剂，然后加上多一点的白醋，将这个溶液搅拌均匀，再把调制好的溶液我们倒在喷壶内，加上焖水，将它摇晃均匀，之后拧上盖子，这样一个清洁液就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清洁家里的玻璃。首先我们将这个溶液均匀喷洒在玻璃上，稍微静置一会儿，然后准备一个潮湿的抹布去擦拭，这样可以有效的擦掉上面的污垢。可以看到这个抹布是非常脏了。擦完一遍之后，我们将这个抹布清洗一下，因为这个灰尘是非常多。那么清洗后的抹布我们再反复擦拭玻璃1到2次，可以明显发现刚才非常脏的玻璃已经变得光亮如新了。这个方法呢，不仅简单有效，而且是非常干净，而且加了柔顺剂之后，这个玻璃还不易落灰尘，擦一次可管很久哦。没有擦玻璃的朋友赶紧试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擦玻璃的小妙招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山姐。微信我们是天天都在使用，但是大家使用这么久的微信，你知道聊天框上出现的正在输入是什么意思吗？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平时我们和微信好友聊天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聊天窗口上有正在输入这几个字，很多人会猜测出现这几个字是不是对方正在打字，如果没有出现这几个字，是不是对方不理你呢？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这几个字来判断对方想不想和你说什么，或者正在做什么。第一点，如何出现正在输入。首先，微信发出消息之后，对方如果在10秒内打开对话框，并立刻回复你信息的话，那对方就会显示正在输入的提示。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必须在对话框中打字才行，如果仅停留在输入法上也是无法显示的。但是如果本来输入框上是有内容，也会显示正在输入这几个字。第二，总能看到正在输入。首先，如果聊天上一直会闪烁着正在输入，那就是对方一直没有退出聊天框，一直在和你专心聊天。另一个是呢，对方看到消息后就赶紧打开聊天框和你聊天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明对方很愿意和你聊天，也确实是用心打字，可能是回复比较慢，也有可能在犹豫回复些什么字呢，这时也会显示正在输入，只是不是立刻回复你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正在输入的含义了吗？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山姐。硬币的颜色一般有2种，就是金色和银色。但是这个金灿灿的颜色很多人说这个五角硬币里面有黄金，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几枚硬币，用零钱的时候很方便。但是最近有人说五角硬币里面还有黄金，话说是有收藏的价值，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到底含不含黄金呢？其实无论哪个版本的五角硬币里面是都没有黄金的。现在很多人把五角硬币拿出去加工，做成手镯、戒指等，单方面看起来跟黄金非常相似，但是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人民币是不可以破坏的。我国只发行过2款五角硬币，分别是荷花硬币和梅花硬币。其中梅花硬币的材质是同心合金，它的特点是导热性很好，氧化不强烈，所以被业内称为假黄金。
而荷花五角硬币的材质是钢锌镀铜，色泽更接近黄金。那这种材质呀，在经过融化定型、抛光处理，看起来跟黄金更像了。因此，很多人拿五角硬币去做首饰，说含黄金。但是流传五角硬币里面含黄金是不成立的，只是后期加工后造成的现象。当然也不建议把五角硬币打成手镯、戒指等，因为破坏人民币是违法的，大家不要再听信谣言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想法的人，要提醒他们不要再有这样的误区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在生活中，我们用钱的地方是非常多，但是不管有钱没钱，这3种钱一定不要花。那是哪3种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生活中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哪3种钱不要花呢？第一，不义之财。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追求财富追求美好的生活，本质上并没有错。然而，用任何手段、任何方式获得财富就极其重要了。人在贫穷的时候，往往会想要改变自身的现状，这一点并无可厚非。但是，一些不义之财千万不要去。做人要正直，三观正，不要去赚一些坑蒙拐骗的，这样损人不利己哦。第二，借来之钱。在古代传下来的是欠钱还钱，天经地义的理念。所以说，古代是更加尊重自己的信义。然而现在很多人眼中认为世道变了，他们认为欠钱不还才是本事。向你借钱的时候你是大爷，当要还钱的时候他则是大爷。久而久之，他们只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人无信则不立，最终导致自己没有落脚之地。所以总结说，人无论穷富都要懂得量入为出，且不可透支财富，透支了信誉，最终背上了累累负债，透支了个人信用。第三，不明之财。大家都知道，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获得财富的正道，只要是靠自己的劳动智慧，根本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是来历不明的财富，而来路不明的财富十有8九是不义之财，这种钱最好不要碰。大家都知道，贪小便宜吃大亏，所以说不明之财我们不要去碰。总结以上3点，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不要贪图不义之财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是哪3种钱不能花了吧？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说到蚝油，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厨房中一种调味品。但是大家使用这么久的蚝油，你知道蚝油是用什么做的吗？到现在都不清楚的朋友，一起来看看吧。很多朋友都使用蚝油给菜提鲜，但是我们用了这么久的蚝油，你知道它是什么成分吗？太多人不知道它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其实这个蚝油来源是广州厨师李锦堂因为发现出来一种调味品。有一天，这个李锦上在煮生蚝的时候，由于工作繁忙，忘记锅里煮生蚝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锅已经变成一个深褐色的粘稠体，不仅没有糊味，而且发出浓郁的香味。此时厨师李锦上尝了一下，发现鲜美无比，也正因此意外发现出来了这个蚝油。但是大家知道吗？现在市场上的生蚝是价格很贵的，如果用生蚝熬出来的蚝油，那可想而知价格会更贵。但是我们市面上这个蚝油一瓶没有几块钱，到底是什么成分呢？所以在分享大家如何挑选蚝油。第一呢，我们要看它的配料表，如果蚝油当中没有蚝汁这个2个字，那就不要买了。不管买什么产品，我们都要看它的成分和配料表。如果没有蚝汁的话，那它全是勾兑的，这种蚝油就算用了，对身体也不好。除此之外，我们选择蚝油的时候，尽量要选择大品牌，千万不要图便宜买那种杂牌子，那很有可能也是勾兑的，吃起来对身体也是不利。
所以不管是在使用蚝油和挑选蚝油，我们都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尽量要看配料表和说明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蚝油是用什么做的吧？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少安姐。大家都知道这个茶叶我们会买一些放在家里招待客人，但是茶叶如果买多了，过了保质期，还能不能喝呢？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如果家里买一些好茶的话，但是又过了保质期，像这样的茶叶还能不能喝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疑惑，毕竟茶叶也是很贵的，扔掉又可惜。但是茶叶过期了，到底是扔还是喝呢？其实如果保存不好的茶叶没有过保质期，也有可能变质，那么变质的茶叶就是不能喝的。那么保存好的茶叶就算过了保质期还是可以喝的。那么如何判断茶叶是否变质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观察茶叶。第一，闻。如果我们在闻茶叶的时候有那种变味的味道或者异味、霉味，那这样的茶叶就已经变质了。因为茶叶有很强的吸附力，如果茶叶和其他物品放在一起的话，就会染上其他的味道。如果受潮的话，那这样的茶叶也是不能喝的。变质的茶叶最好要将它扔掉了。第二，摸一摸，我们可以通过触感来感觉，因为茶叶最佳含水量是 5%， 如果超了 10%， 那么茶叶就很容易受潮发霉。在正常的情况下，茶叶摸起来比较容易折断，那么这样的茶叶就是没有变质。如果你摸起来茶叶是比较湿的，而且闻起来有一股霉味，那说明这个茶叶已经变质，我们千万不要再喝了。第三，泡一泡。我们可以将这个茶叶冲出来看一下，如果你发现这个茶叶已经有明显变色，那么要谨慎饮用了。另外，我们可以品尝一下这个茶叶，如果喝起来这个茶没有香味了，那这种茶也不建议喝了。所以茶叶能不能喝，还是要看我们怎么保存，如何保存。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茶叶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少安姐。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用到冰糖，但是市面上有黄冰糖和白冰糖，这两种冰糖有什么区别呢？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平时我们在超市或市场的时候买冰糖，就会发现有白色冰糖和黄冰糖。那么这两种冰糖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种冰糖更适合我们呢？那么我们通过以下几点来了解这个白冰糖和黄冰糖。第一，我们通过颜色来观察，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一般我们买到的冰糖呀都是黄冰糖和白冰糖，那么经常买的冰糖那就是白色冰糖了，而且它的颜色是纯白，里面没有任何杂质。而黄冰糖颜色不纯，颜色发黄，看起来像有很多杂质一样。第二，我们再来看工艺，冰糖都是以白砂糖为原料制作而成的，经过溶解去除杂质，再沸煮，最后结晶切割而成。那么再来观察这个黄色冰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黄色冰糖是没有经过脱色处理，甜度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属于多晶冰糖。那白色冰糖恰恰相反，因为白色冰糖呀是由于经过多道工序，并且进行脱色处理，颜色洁白，甜度相对是比较高，属于单晶冰糖。那么第三，我们可以通过营养来观察这个冰糖。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任何食材呀是经过工艺越多，那么营养成分就会越少。那对于冰糖也是一样的，白色冰糖工艺相对是比较多的，那么里面的营养成分就降低很多。而黄色冰糖是经过工艺比较少的，里面保留的营养成分相对是比较多，营养成分也更高。第四，我们再来看黄冰糖和白冰糖的用途。黄色冰糖营养相对是更高一点，所以一般我们用于滋补或者是炖汤之类，建议用黄色冰糖。而白色冰糖我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呀，可以起到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色。所以给菜肴增加颜色的话，我们最好用白色冰糖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白冰糖和黄冰糖的区别了吧？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珊珊姐。说到蚝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炒菜的时候放一点蚝油呀，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那么我们在使用蚝油的时候，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吗？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放蚝油，那是经常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使用蚝油的时候，你知道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很多人都犯了这几个误区，赶紧跟视频一起来了解。第一，蚝油主要是提鲜，如果煮得太久啊，不仅营养会失衡，鲜味也会被破坏掉。同样，如果锅中温度太高的话，蚝油的香味和鲜味也会流失。所以我们在焖菜或者是需要大火爆炒时候，最好在菜肴准备出锅的时候放一点蚝油来提香。第二，蚝油不要和其他的调味品一起使用。那么是哪些呢？例如这个味精、白糖、黄豆酱、辣椒、豆瓣酱等。因为蚝油有很好的提鲜效果，但是如果和味道比较浓的调味品一起使用的话，那么提鲜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有时候菜肴会变味儿。所以在使用蚝油的时候，就不要放白糖、味精等提鲜了。第三，使用蚝油不要放太多的蚝油。我们做菜的时候呀，为了让菜品更加有鲜味儿，就会放入大量的蚝油。但是蚝油是浓缩型的调味酱料，它含有的盐分要比酱油更多一些。如果放入过多的蚝油啊，这个菜肴就会变得比较咸，而且人摄入过多的盐分呀，对身体也是不利的。所以放蚝油一定要适量，不是越多越好哦。第四，蚝油不要随意存放。为了拿取方便，我们一般会将蚝油放在灶台附近，但是蚝油是不耐高温的，但是厨房通常是比较高温的。那么使用打开后的这个蚝油我们一定要放在冷藏室，就是冰箱的冷藏室。相信这一点大部分人都做错了，因为很多人为了图方便就会放在灶台的附近，这样蚝油就很容易变质。所以打开后的这个蚝油，我们一定要放在冰箱冷藏室保存，这样可以延长它的使用时间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蚝油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吧？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珊珊姐。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尴尬事情，就是家里的这个鞋子总会散发难闻的异味，穿一天之后回到家，鞋子臭烘烘的。那么如何让鞋子臭味消失呢？今天教大家清除鞋子异味的方法，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相信有很多朋友穿了一天的鞋子回到家这个鞋子就会有难闻的异味。如果用水洗的话，那鞋子还不爱干。那么如何消除鞋子异味呢？那今天教大家2个除臭的小方法，非常简单又实用哦。第一，我们准备家里的香皂。说到这个香皂家家户户都会有，它不仅可以清洁，还有清香味儿。那么我们把香皂包裹起来，准备一张纸巾将它全部包裹，然后将包裹好的这个香皂放在鞋子内，我们将它放置1晚。第二天我们再将香皂拿出来，这时你就会发现鞋子里面的异味臭味统统消失，而且还有淡淡的香皂香。第二，我们准备一张纸巾和风油精，风油精家家都必备。那么我们将风油精滴在这个纸巾上，放上几滴，风油精本身就可以去除异味，而且它还可以达到除菌的效果。那么将这个团我们直接放在鞋子内，也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将这个纸团放置1晚，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再将纸团拿出，你就会发现鞋子里的异味统统去除，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哦。那么这2个除臭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学会赶紧动手试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何让鞋子去除异味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珊珊姐。现在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我们洗澡的次数也在增加。那么我们在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这个电源插头是插着呢还是拔着呢？不使用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拔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很多朋友说洗澡的时候是需要拔掉插头，又有人说拔掉插头觉得不方便，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拔掉插头呢？
第一，家里选择大品牌的电水器一般都比较安全。那么电热水器自身的安全保护措施和漏电保护器都是可以保护大家。而且现在新房装修的朋友啊，最好将这个漏电保护器该装就装。如果是租的房子呀，热水器比较廉价的话，我们最好也要更换。第二，杂牌子或者已经使用年头多、老化的机器，那很有可能会有漏电的情况。出于这种状态呢，在洗澡的时候，电水器一定要拔掉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个人安全。第三，像电热水器，我们一定要定期的除垢清洁。热水器使用久了，日积月累呀，会产生很多的水垢，那么水垢就会包裹这个电热棒，也就是镁棒。另外，我们平时在不洗澡的时候，这个电水器啊，也最好将它拔掉了，这样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电量。因为这个电水器啊，是在一定的温度，它会自动加热。如果我们白天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是在家不使用电水器的时候，将它关闭了，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电量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热水器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怎么是安解。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1张到几张的银行卡，那么这个银行卡如果不使用了又不注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很多人到现在都不了解，赶紧给视频起来看看吧。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银行卡长时间没有使用又不去注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一般银行分有2种卡类，一类是储蓄卡，另一类是信用卡。那么办这2种卡会不会有不同的影响呢？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如果我们办理的是储蓄卡或者是借记卡，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话，是对我们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即使银行卡里面没有余额，银行也不会出现扣款的情况。如果长时间没有使用的话，银行卡就会有可能会自动注销。如果银行卡没有自动注销，那么就需要持卡人去银行自己去注销了。那么如果我们办理的是信用卡，长时间没有使用，那么信用卡每1年的年费是需要缴纳的。如果每年的年费都没有办法去缴纳，那么就会产生逾期，最后导致我们征信受到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生活。所以说，长时间不使用的银行卡就会变成沉睡卡，而且它会给我们生活造成一定的风险。那么风险1呢，就是影响我们个人征信。大家都知道，如果征信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去银行贷款也会受到阻碍。所以一些长时间不使用的银行卡最好要注销掉，以免影响个人信用。另外，一些没有用的卡，如果长时间不注销，我们在同一家银行再办理新卡的话，那就无法去办理了，因为个人的银行卡已经超出卡数，所以长时间不使用的银行卡最好去注销。第3就是沉睡卡呀，会增加盗刷的风险。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银行卡落到不法分子的手中，就会被复制。如果被坏人利用了，那对我们生活会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没有用的银行卡一定要去银行注销了。只要带着我们个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去注销，也是非常方便的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银行卡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在生活中，我们这个保温杯是每天都在使用，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在使用保温杯的时候，这3种水千万不要放。很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赶紧给视频起来看看吧。经常使用保温杯的朋友啊，都会往里面加一些温水，平常带着方便喝。但是保温杯也不是什么水都能装的，以下几种水千万不能装。第一，不宜装酸性的饮品。不锈钢因为熔点高，不会因为高温就融化而释放出不良物质，但是不锈钢最怕强酸，如果长时间装酸性比较强的饮品呀，可能会对这个不锈钢产生损伤，渗出有害物质。第二，就是不宜装牛奶。有些人啊会将这个热牛奶装在保温杯里面，但是这个做法会让牛奶中的微生物在室温的环境下迅速繁殖，腐败造成腹泻、腹痛。因此牛奶在高温的环境下，酸性物质会让保温杯内壁发生化学反应，
影响人健康，所以千万不要再放牛奶了。第三，不宜泡茶。茶叶中含有大量的单宁酸、茶碱和多种维生素，最好用80度左右的水冲泡，而保温瓶会让茶叶长时间温泡在这个高温恒温的水中，就像用温水煮一般。如果长时间浸泡的话，可能会释放出重金属物质，茶叶中的维生素也会被破坏。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保温杯的小常识，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少安姐。说到鸡精和味精，大家都不陌生，很多朋友都说吃鸡精和味精对身体很不利。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说到鸡精和味精，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平时煲个汤啊，炒个菜，放上它就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但是现在的争论是非常大的，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是非常不利，那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其实鸡精和味精呀，主要的作用就是提鲜，因此它们主要的成分是谷氨酸钠。这种物质在经过研究之后，发现是身体必需的一种谷氨酸，可以参与我们身体的物质合成，因此谷氨酸钠就被世界公认为安全食品添加剂了。首先我们了解一下鸡精的成分。鸡精除了比味精多一点鸡肉味调料之外，基本上和味精是没有区别的，在口感上是比味精高级很多，所以日常饮食中想要更多的提升菜肴的口感，我们加些鸡精就可以了，但是不要过量。另外我们使用鸡精的时候呀，千万不要经常去高温烹饪它。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味精的成分，它是通过小麦和玉米等富含淀粉的食物发酵得到的调味品，然而在发酵的过程中增加一定量的食盐，可以说是比较天然健康的调味品了。但是味精在高温的作用下会失去原有的提鲜作用，因此味精呀是最好在出锅的之前放上一些，这样可以起到提鲜的作用哦。除此之外，我们在使用鸡精和味精的量上一定要做好控制，因此不管是味精呀还是鸡精都是含有盐量的，所以呀我们只要控制好日常的饮食量，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的健康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了解鸡精和味精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少安姐。我们在使用马桶的时候，很多人都有个困扰，就是使用完的厕纸是扔进马桶还是扔进垃圾桶呢？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那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如何正确方法，赶紧跟视频一起看看吧。相信大家使用厕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将这个厕纸啊都会扔进垃圾桶。那么也有朋友说扔进垃圾桶是错误的做法，一定要扔进马桶，到底是哪种正确呢？这个方法今天就带大家讨论一下，这个厕纸是扔进马桶还是垃圾桶。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很多朋友家里卫生间都会有一个垃圾桶，就是存放厕纸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厕纸长时间就会有难闻的异味，而且卫生间是一个温暖潮湿的地方，这样的垃圾桶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和病毒，会导致你放在卫生间里面的毛巾牙刷等一些洗漱用品就会沾上你肉眼看不到的细菌。但是有朋友说了，那将这个纸扔进马桶会不会堵塞呢？其实现在的纸和以前的纸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卫生纸它是可以水溶解的，放在水中不一会儿它就会溶解开，不像我们以前用的纸是非常粗糙而硬的，放在马桶里面很容易造成堵塞。而且以前的马桶它的冲力也是不足的，不像现在的马桶它的冲力是非常足的，而且把正常的卫生纸扔进里面直接就可以冲走，这样是干净卫生，又不会造成有细菌残留。所以说现在的人把这个纸扔进垃圾桶，它是非常不卫生的，直接冲进马桶，这样不仅卫生，还有利于我们这个健康。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马桶不是什么纸都可以像家里的这个洗脸巾和卫生巾尿不湿等等，最好放进垃圾桶，因为这种东西放在马桶是非常容易堵塞的，如果堵塞一次疏通也很麻烦。
所以在这里总结说，像平常使用的厕纸扔进马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不溶于水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扔进垃圾桶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通过以上的讲解，大家知道这个厕纸是扔进马桶还是垃圾桶了吧？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安姐。平时我们使用微信的时候，特别是微信转账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一行数字，我们千万不要再转了，很有可能遇到骗子。那么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是哪一行字吧。大家都知道，微信转账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了，但是我们转账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很有可能对方是骗子。如果我们在转账的时候出现以下的这两种情况，这时我们千万不要再转账了，以免上当受骗。第一种就是我们在微信转账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一行字，就是本次交易存在被骗的风险，暂不能支付，请仔细确认对方身份，确保无误，可在15分钟之后再发起交易。那么出现这行字呀，我们一定要谨慎了，要立即暂停转账，因为这个账号证明对方肯定出现类似的行为，被很多用户投诉或者是举报过，所以才会出现提示风险。而且微信给我们用户提供了一个15分钟转账冷静期，那么在这个期间呀，我们可以核实对方的身份，确保信息无误之后，我们再去转账哦。另外还有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方涉嫌诈骗违规，为了保护你的资金安全，避免被骗，当前交易暂无法完成，请谨慎确认交易风险。如果出现这一行字提醒啊，说明对方账户很有可能是个骗子了，已经被微信支付检测到了，应该暂停支付，确保对方的身份之后再进行支付。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千万不要点解除支付限制，以免被骗，这个钱呀就没法再追回来了。我们使用的微信现在检测技术也非常高，微信支付建构了识别恶意账号和交易的安全风控系统。在我们付款的过程中，如果收款账号有异常的特征时候，微信就会根据风险的程度对我们用户进行风险提示。另外，我们打开微信的钱包，可以看到上方有3个点，我们打开它，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转账到账时间，正常啊都是默认实时到账的。我们打开之后可以看一下里面还有别的设置，可以看到有2小时到账和24小时到账。在这里呢，我们选择2小时或者是24小时到账。设置后的好处啊，是我们一旦转错账或者是被骗的话，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将这个钱追回，最好尽快联系微信客服，避免我们的钱遭受损失。所以我们在给好友转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保护自己的钱包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微信转账，我们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安姐。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特别一些无关紧要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只是表面的删除，根本不彻底。那么其实打开这个软件，我们将它删除，微信聊天记录才能彻底消失。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你想删除聊天记录，你是用哪种方法呢？很多朋友直接点击它，将它删除，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全部清空聊天记录。但是以上的删除2种方法不是真正的删除，只有深度的清理才可以将微信的聊天记录删除。首先我们点击我，打开这个设置之后，可以看到有个通用，打开它，再往下拉到这个储存空间，将它打开。这里呀，它会计算出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说使用的内存，有缓存、聊天记录和其他数据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微信使用的多少内存呀，在这里都会显示出来。我们首先将这个缓存清理掉。清理缓存是删除我们没有必要的这些文件、临时数据等等。清理完成后，大家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个聊天记录。打开这里，可以看到你跟好友聊天所产生的数据，例如文件、图片等等。同时，我们彻底的删除聊天记录也是在这个设置里面。
我们选择想删除的好友聊天记录，点击它就可以了。如果大家觉得聊天记录全部没有用的话，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全选，这样就不用一个一个的点了。全选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这个清理。在选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删错了，因为删除之后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删除。而且删除这个聊天记录呀，也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的空间，清理一下没有用的内存。那么这个删除聊天记录的方法你学会了吗？这个才是真正的删除方法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小技巧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相信在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过捡钱的经历，是不是挺开心的？特别是我们小时候啊，捡到1块钱、2块钱都开心的整天。但是现在如果地上有100元大钞，甚至更多的钱，我们千万不要捡，小心吃亏的就是你自己。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虽然现在出门大家几乎都用手机支付，不怎么装现金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地上看到一些散落的100元大钞，相信每个人都会捡起这个钱，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种骗局了。一般情况，骗子都会挑一些没有监控或者是比较偏僻的路段，然后故意把一些100元大钞丢在路上，接着他们会徘徊在附近，等着路人来捡。这时如果你正好捡了这个钱，骗子就会立马出现，说这个钱是自己掉的，刚回来捡就看到在你手中，然后他就会将这个钱呀拿走数一遍，数完之后就说钞票少了，而且他会污蔑你，说你拿了几张，接下来就有可能出现几个同伙，说亲眼看到你捡到的钱。这时就算你说你没有拿这个钱呀，也百口难辩了，因为这里又没有监控，又没有目击证人，所以你无法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个钱。这时特别是女生，如果身边再没有个同伴，非常害怕，就会自认倒霉掏上这几百元，这时啊你就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在地上捡这个钱了。大家可以想想，现在大部分人出门都不带现金，而正好你看到路上有现金，这是非常蹊跷。特别是骗子抓住很多人的心理，贪小便宜的心理，一旦将这个钱捡走的话，就会上了骗子的当。所以在以后啊，我们再看到有现金的话，千万不要再捡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所以在地上我们看到现金的时候，千万不要再捡了。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家里的洗碗池堵塞，如果找疏通工疏通一次要上百元。那么今天分享大家如何不花1分钱自己在家疏通，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相信很多朋友在使用洗碗池最尴尬的事情就是洗碗池堵塞了，如果堵塞了，找师傅来疏通一次要上百元。那么今天分享大家如何利用一个空塑料瓶就可以快速疏通下水管道哦。首先我们拿一个像这样的空塑料瓶，之后将空塑料瓶的瓶盖留着，再把底部剪掉。大家可以看到像视频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剪好后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利用一个空塑料瓶就可以疏通下水管道，将它戳进下水口，然后重点在这里，我们使劲的戳动下水口，这样就会形成压力，当压力过大，里面的异物就会被冲走。大家可以看到洗碗池已经疏通了，如果效果好的话，1分钟之内就可以疏通。我们再试一下流水，完全正常，刚才堵塞的下水管道啊已经被疏通。温馨提示，我们在疏通之前，洗碗池里面一定要有水，这样才会形成压力。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快速疏通洗碗池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傻安姐。说到马桶，可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往马桶里放一个香皂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用过的人都说好，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在日常生活中，家里的马桶是每天都使用，但是用久大家就有个困扰，马桶上经常会有黄渍，而且会留下难闻的异味，每次都去刷洗也比较麻烦。今天呢，教大家一招，只需要一个香皂就可以解决这些难题。首先准备的材料，我们准备一个口罩，将口罩底部剪掉。剪好后，我们再把上面这个铁丝抽出来，这时口罩就会形成一个口袋。我们将这个香皂直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放好后，再准备刚才抽出来的铁丝，我们将它固定好。这样一个香皂包就做成了。我们把它直接放在马桶的水箱里面，这样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香皂的香味不仅可以去除马桶的异味，而且还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效果非常好。一块香皂用1个月或者2个月都没有问题。放置好后，我们将这个马桶盖我们再盖回去，这样我们在使用马桶的时候香皂水就会流出来，就可以有效的清洁马桶上面的黄渍，而且马桶整天都是香香的，可以看到明显的肥皂水哦。简单又方便，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只需要一块香皂就可以完成。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马桶的小技巧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怎么省钱。很多朋友都会往家里添置一些新碗和厨具，但是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以下3种碗一定不要选购，那是为什么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市面上的碗筷是非常多，各种各样，但是我们在挑选碗的时候也有注意事项，大家了解吗？第一，我们购买碗的时候一定要看釉面，陶瓷碗的釉面是非常重要，这个可以从肉眼就看到。我们也可以用手摸一摸，感觉是更清楚。好的釉面表面薄而且光滑，摸起来比较平整。如果有疙瘩或者是凹陷，那说明工艺不到位，需要换一换。另外，这种釉面我们不要选择釉上彩，因为这种釉花在表面的话，工艺随时会脱落。如果脱落了，长期使用的话，对我们人体也是很不利的。第二，我们购买碗的时候一定要看碗底，碗底也是很多人盛饭的时候用手拿着的地方。大家的习惯都是一般盛热饭，那么这个碗比较薄的话，我们就会烫手。所以挑碗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太薄的碗，可以选择厚底或者是底座比较高一点的，这样可以起到隔热。除此之外，厚一点的碗它的保温性也是比较好的，而且造型看起来也是更加好看，用起来也是比较耐用的。所以挑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底是不是厚，太薄的话千万不要再购买了。第三，就是不要选择塑料材质的碗，特别现在塑料的材质是非常好看，颜色搭配形状都是很好的。有很多家长或者是宝妈喜欢给孩子买一些漂亮的碗，特别是塑料的碗，认为抗摔，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还比较轻。但是这种碗长期使用的话，对身体是很不好的，特别是有不法商贩用一些比较不好的塑料做成的碗，那么这种碗我们使用起来对人体非常不利。虽然价格便宜，但是大家也不要选购。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挑选碗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怎么省钱。在生活中，我们都经历过借钱，不管是别人借钱还是你借别人钱，我们写借条一定要认真写，这几个字要写错了，很有可能就会吃亏。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现在的生活中，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被借钱的经历，或者是借别人钱。但是借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写借条，只有打了借条，我们才放心把钱借出去。但是打借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几个字千万不要写错。首先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借还是借到。借条中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很多人会无意或者是故意将这2个字弄混。很多朋友觉得借和借到是一个意思，其实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是2个意思，一种是自己今天借到多少钱，另一种是借出多少钱。所以说这种有2个意思的语句自然是不会受到法院承认的。
所以我们在写借条的时候，这个字不要再弄错了，不要单写一个借，一定要写借到。所以为了防止这笔钱产生争执，我们可以提前把借条写得规范一点，在借条上一定要写今借到哦。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还字，这个还可是一个多音字，它还是还，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字，还是有不小的学问。它的读音还和还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举个例如还款5万元，如果读成还时，说明还有5万元欠款没有还，但是如果读还，则已经还了这5万的债务。所以在不能一次性还欠款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写还欠款，而要写成已还欠款。别看只加了一个字，但是到关键时候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在日后我们写借条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规范的去写，最好将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也要复印一份。另外在这里再分享大家一下，别人愿意借钱是一种信任，千万不要辜负了朋友这一份心意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写借条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平时在超市购买的食品食物都是有保质期的，但是大家知道吗？以下4种食物它是没有保质期的，而且放得越久越有价值，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第一个食物就是陈皮。说到陈皮，相信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用橘子皮晾晒的。它不但可以用来做中药，而且吃起来味道非常好。很多朋友在煲汤泡水的时候都会用一些陈皮。像陈皮这种食材，它是可以放置很久的，而且是越久越好。甚至有很多朋友都珍藏着10年、20年前的陈皮，这样价值会越来越高。所以家用的陈皮是非常有用的。第二就是茶叶。说到茶叶不是所有的茶叶放置越久越好，没有保质期。其实就是这个普洱茶，爱喝茶的朋友都知道普洱茶。普洱茶和别的茶是不一样的，它是存放越久越值钱，而且10几年前的普洱茶会更贵，比较值钱。但是我们在保存普洱茶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了，不要让它受潮。只有真正存放保存好的普洱茶才有价值哦。第3种食物就是我们喜欢喝的蜂蜜。经常喝蜂蜜的朋友都知道，喝蜂蜜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像平时我们买蜂蜜的时候，都会挑一些包装好的蜂蜜，看起来瓶子有一些沉淀物就不会去挑。其实如果有一些土家蜂蜜里面的沉淀物就是蜂蜜的蜂蜡，而且土家蜂蜜里面是不添加添加剂的。如果我们细心挑选一下，买到土家蜂蜜，那么就可以保存很久，但是保存的时候也要注意，千万要密封好哦。第4就是白酒。说到白酒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上几瓶，即使自己不喝也会备上几瓶招待客人。那么大家知道吗？白酒存放的时间越久越好，就会醇香。一些年份越久的白酒它也会越值钱。这也就是为什么白酒存放越久越醇香，这是因为白酒里面一些物质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反应，使白酒里面另一种物质挥发掉，所以白酒会越来越香醇，更好喝。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不过期的食物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很多朋友都喜欢穿浅色的鞋，特别是白色小白鞋。那么这种小白鞋鞋边非常容易发黄，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清洁小白鞋黄边的方法，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现在天气变暖，我们开始穿上了小白鞋。大家都知道浅色的小白鞋很难清洁，特别是这个鞋边没穿2天就会有发黄的印记。其实教大家一个方法，不需要一滴水也可以清洁干净这个小黄边。我们准备的东西非常简单，准备家里一个碗，然后我们在碗中挤上少许的洗洁精，倒上小苏打，最后我们再挤上少许的牙膏，
将这3样东西我们搅拌均匀，充分的搅拌好成膏状。搅拌好之后，我们轻轻的将它涂抹在这个斜边处，然后我们去用牙刷去刷一刷，可以看到上面的黄渍很轻松就被刷掉了。因为牙膏有很强的增白和摩擦剂，小苏打也是可以去黄渍，洗洁精相信大家都知道也可以强力去污，3者加在一起可以很有效的去除鞋子黄垢，可以看到效果是非常好。清洁完之后，我们准备一个抹布或者纸巾，轻轻的将上面残留的东西擦掉。怎么样，效果不错吧？完全没有用到水就可以清洁干净，效果还非常好。用了这个方法，家里的小白鞋是立马焕然一新。学会了，大家赶紧试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清洁小白鞋鞋边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涵姐。一到这个季节，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穿风衣，但是这个风衣腰带是非常长，很多朋友都不会打结。今天分享大家3种风衣打结的方法，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第一种腰带打结技法，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的蝴蝶结。首先上面搭在下面这条，从上面穿过来，稍微整理一下，在这里重要的看手法，全程慢动作哦，一看就会。对折一下，从这个中间孔洞穿过来，再轻轻一拉，这样一个甜美的蝴蝶结就完成了。第二，单蝴蝶结法，这个方法男女通用，同样我们交叉从上面穿过来，之后整理一下，上面这条我们缠绕半圈，之后从中间孔洞穿过来，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单蝴蝶结就完成了，非常简单，男女通用技法哦。第3种单结法也是男女通用方法，同样我们交叉之后从上方穿过来，稍微整理一下，上面这一条我们缠绕一下，之后对折穿过来，稍微整理一下，这个单结法就完成了，也是男女通用技法，大家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风衣腰带打结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涵姐。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天气一热家里的卫生间总会飞出小飞虫。这种小飞虫如果不处理的话，是越来越多。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这样处理后小飞虫统统消失。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夏天的时候，家里就会出现一种黑色的小虫子，特别是在家里的卫生间出现，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出来的。其实它是在这个下水道地漏里爬出来的。那么如何消灭小飞虫呢？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准备1碗清水，加上花露水，再准备风油精，我们滴上些。准备好这个溶液之后，我们再准备一样重要的东西，就是热水。烧一壶热水，我们先倒入滴漏，这样可以有效的杀灭小飞虫的虫卵，也可以有效驱赶小飞虫。热水倒完之后，我们立马准备我们调制的这个水，倒在滴漏里。风油精和花露水都有很强的驱蚊效果，也可以有效的杀灭蚊虫。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塑料袋，装上清水，将它堵在滴漏上面，静置1晚。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准备杀虫喷雾，将杀虫喷雾再喷一喷，连续2次，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小飞虫已经消失不见了。建议大家卫生间要常通风，以免滋生细菌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解决小飞虫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涵姐。现在每个家庭都会有很多的家用电器，但是大家要注意了，以下3种家用电器是非常耗电的，不使用的时候最好将它关闭了，否则你的电费层层往上涨。那是哪3种家用电器呢？一起来看看吧。第一，机顶盒。很多人家机顶盒是常年开着，一开电视就能用，是非常方便，但是没想到它还是非常耗电的。
每天用遥控器看似关闭了它，实际上它仍在待机的状态，在这个阶段耗电量不亚于开机时的耗电量。所以说我们在不使用这个机顶盒的时候，一定要将它关闭了，拔掉插头。因为有很多的上班族呀，每天上班根本不在家使用电视，所以这样耗电导致我们电费呀会很贵。第二就是热水器。说到热水器啊，是我们生活中一年四季都需要用到的，无论洗澡、洗手还是洗碗筷都是用到。为了使用便捷，很多朋友家呀热水器是一直插着，这样一来肯定会大大增加耗电量。而且热水器是循环加热的，一旦温度降低了，它就会自动加热，这样耗电量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在不使用热水器的时候将它关闭了，使用的时候再插上，这样会省下不少的电量哦。第三就是电饭煲。说到电饭煲，我们是每天都在使用，但是不少朋友不知道电饭煲的耗电量是非常大。那么我们如何使用电饭煲能省电呢？第一就是清洁。电饭煲底部啊有个导热板，一定要认真的清洁，清洁不到位就会导致耗电。第二，我们在使用电饭煲的时候，保温这个状态呀，我们可以关掉。当米饭和粥啊都煮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毛巾，放在这个电饭煲上面，起到保温的作用，这样就不用保温的功能，可以省下不少的电费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省电的小技巧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魔闪姐。如果你的家里出现一只蟑螂，那可能家里已经有成百上千的蟑螂在你家了。那么今天呢，教大家一个灭蟑螂的小方法，只需要这几样东西，让家里的蟑螂灭光光，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你的家里出现蟑螂，这时千万不要拿脚踩哦，小心留下数百个虫卵在这个鞋底下。那么今天教大家灭蟑螂的小妙招。首先我们准备香蕉皮，将它剪成碎，像这个样子。剪好之后，我们挤上洗洁精，可以多挤一些，再加上1勺的白糖，也可以加蜂蜜。这时呢，我们加上少许的温水，将它搅拌均匀，充分的让这个洗洁精搅拌开。搅拌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没有用的盘子，将这个溶液直接倒在盘子上，最好要平盘。之后将这个平盘放在蟑螂常出没的地方，例如厨房。香蕉皮和白糖可以引诱蟑螂来吃，那么加了洗洁精的作用就是消灭蟑螂。洗洁精的作用是非常大，因为蟑螂是用腹部气孔来呼吸的，而洗洁精刚好能堵住它的气孔，让它无法呼吸。而且蟑螂吃了这个带有洗洁精的食物啊，也可以腐蚀它的肠胃，导致蟑螂死去。所以不到1星期左右，这个蟑螂就会灭光光，效果也非常的好，大家可以试试这个土方法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灭蟑螂的小妙招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闪姐。说到排骨，可是我们餐桌上经常吃的美食了，但是大家买回来的排骨只用清水去冲洗吗？这样根本洗不干净，上面会有大量的灰尘，甚至有细菌。那么如何正确清洗排骨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平时买回来的排骨，大家只是用清水冲一冲就直接使用了，但是上面会有大量的灰尘，甚至有细菌。那么如何正确的清洗排骨呢？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清洗排骨的时候加一样食材，就可以将排骨洗的是非常干净，而且血水和脏东西都可以洗掉哦。首先清洗排骨的时候，我们加上1大把的面粉，然后再加上1勺的食盐，再倒上少许的白醋，之后用双手我们将每一块排骨都揉搓一会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面粉的颜色已经变了，它把上面的污垢和血水都已经吸附下来。揉搓1分钟左右，揉搓之后我们这时加入冷水，再浸泡3分钟，这样可以更好的清洁排骨上面的污垢。时间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血水已经是非常浑浊，脏东西已经下来了，而且浸泡后可以把排骨里的血水渗透出来。
最后再将这个血水倒掉，我们再清洗1到2遍的排骨，这样排骨就彻底干净了。用这个方法清洗后的排骨不仅不柴，而且不腥，血水通通去除。我们可以直接烹饪了，大家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清洗排骨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呢，也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冰箱里的冻肉每次拿出来都是硬邦邦的，解冻肉又太浪费时间。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导致这个肉又柴又不好吃。那么如何快速解冻肉呢？今天教大家一招，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家里的冰箱冷冻室会有各种的肉类，那么每次解冻肉的时候也很麻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冻肉硬邦邦的，如果让它自然化冻的话，会浪费很长的时间，特别是着急用冻肉的时候又不想等待，很多人用了错误的方法，还导致这个肉又柴又不好吃。那么今天分享大家正确方法。首先将这个冻肉放在清水中，清水一定要是凉水哦。如果用热水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了，会导致肉的外面是软的，甚至变熟，这样血水就不会出来，肉也会变得不嫩发柴。教你个小妙招，首先我们在肉上撒上点食盐，再倒上白醋。食盐加白醋可以降低冰点，这样可以快速解冻。另外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家里的铝盆，直接放在冻肉的切面上，因为这个铝盆是有极强的导热性，可以使这个肉快速解冻。我们等待3至5分钟看看效果。时间到，我们看一下这个肉解冻效果。把盆拿下来，这时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肉已经软了，效果是不是非常不错呢？而且肉也是非常的新鲜。最重要的是这个肉不仅干净了，而且血水也渗出，这样我们直接烹饪肉就可以了，干净又卫生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快速解冻肉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银行卡相信每个人都会有1张到紧张的，那么在使用银行卡的时候要注意了，特别是上面有这2个字一定要注意，那是为什么呢？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在生活中或者是工作我们都离不开银行卡，那么每个人都会有1张或者是几张的银行卡。那么我们银行卡上如果有这个2个字，那么我们使用银行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在不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尽快要上银行注销关闭掉，别不当回事儿。那到底是什么字呢？就是闪付。这个闪付有的银行卡是已经开通的，有的银行卡是没有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闪付功能。相信很多人不知道闪付是什么意思，其实闪付就是在不输入密码的情况下就可以直接付款了。但是我们在刷卡的时候也是有限额的，如果低于1000元的话，那么我们用银行卡支付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密码，直接拿着银行卡对着 POS 机一划就可以了，不需要密码也可以支付。虽然说这个是非常的方便，但是也存在一些隐患。一旦我们这个银行卡不慎丢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盗走，把我们的银行卡存有的钱一点点刷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兜里揣着这个刷卡机，然后在密集的人群场合用这个机器靠的人非常近，把我们的卡里的钱也有可能被刷走。所以说这个功能确实很有用，但是也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功能你不使用的话，那么尽快将它关闭掉。有的闪付是在银行卡的正面，有的闪付是在银行卡的后面，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是否有闪付功能。另外我们在办理银行卡的时候，可以直接跟银行工作人员说我不需要闪付功能，这样就不会给你开通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使用银行卡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是安姐》。我们在家的时候都会穿拖鞋，那么拖鞋穿久上面就会有难清洁的污渍，如果不彻底的清洁还会滋生细菌。那么今天分享大家如何正确清洁拖鞋的方法，立马干净如新。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喜欢穿这样的塑料拖鞋，
但是穿久上面就会有难清理的污垢和黄渍。那么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清洁拖鞋的方法，这样清洁后立马干净如新，省时又省力哦。首先我们接一些热水，然后在水中加上少许的洗洁精，再倒上花露水，最后加上小苏打。全部加完之后，我们将这个水搅拌均匀，充分的让泡沫出来。之后我们将脏的拖鞋放在水中浸泡，这里呢我们需要浸泡半小时。浸泡的过程中可以充分的溶解拖鞋上的污垢，使我们刷拖鞋的时候更好清洁。那么时间到了，我们准备一个刷子去刷拭拖鞋，可以看到上面黑黑的污渍已经很轻松刷掉了。我们把拖鞋全部刷干净之后，再用清水清洗1到2遍，这样可以更好的去除拖鞋上的污渍哦。清洁完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拖鞋上的污渍是立马去除了，干净如新。学会了，大家赶紧动手试一试清洁拖鞋的方法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这个清洁拖鞋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上安姐。平时我们手里如果有一些现金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将这个钱放到银行存定期存款，觉得这是很安全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存钱也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如果存错了，你这个钱要回来都很难，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很多朋友都说把钱存到银行是非常安全的，但是存到银行也是有注意事项，到底哪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知晓呢？第一，避免存款变成保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将大额的这个金钱放在银行存定期存款，觉得利息会高一些，但是存着存着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保险产品。所以说在银行选择存款产品时，一定要认真看，不要随意签署名字。第二，避免存款变理财。很多人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会被银行工作人员推荐各种理财产品，甚至将理财产品包装成定期存款推荐。如果为了更多的利益或者是分红的话，我们不仅得不到收益，还得不到保障，最后连本金有可能都亏损。第三，避免存款飞单。飞单则是我们这个用户不仅没有达到存款的目的，就连购买的理财产品都不是这个银行的，而这种理财产品风险是非常高，亏损本金的概率也很大，所以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也要注意。第四，避免一味追求高利率。在银行的定期存款产品中，存期越长，利率也越高，但是在这里要注意，不能一味的追求高利率。因为如果遇到急事需要提前支取存款的话，那么利息就会按照活期存款的利率来计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损失很大。总结这4点，大家清楚了吗？所以我们在定期存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个事项，一定要保障我们个人的利益，千万不要马虎。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将钱存到银行的注意事项，大家有所了解了吗？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下期再见。